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今天我们来聊聊微城，内容包括其背景、核心业务以及近期的财务报表状况。微城 VS Industry Berhad 成立于1979年，是一间从事着制造、组装和销售电子和电器产品以及塑料模型零部件的公司。要述说微城的历史背景，就要从公司的创办人兼执行主席马金龙开始说起。马金龙的业务生涯始于1976年，当时年龄只有18岁的他，在新加坡担任塑胶铸模技术人员。3年后的1979年，马金龙在新加坡创立了 VS Industry Private Limited， 专门从事制造卡带和录影带零件。1982年，马金龙和妻子严秀珍联手将 VS Industry Private Limited 的整个业务运作从新加坡搬迁至马来西亚新山，并在新山设立 VS Industry Berhad。1987年，微城收购并将运营转移到位于士乃工业园区的土地上的自有设施，随后陆续将自身的业务规模扩大，在接下来的几年逐渐在士乃地区发展起来。10年很快就过去了，随着在马来西亚的业务逐渐稳定，马金龙便开始进军中国市场，在1997年成功在中国深圳开设第一家工厂。只不过马金龙出师不利，很不幸的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第一笔资金贬值，令公司陷入了困境。可是马金龙并没有轻易认输，以坚定的态度来面对窘境。同时在1998年成功将 VS Industry Berhad 上市于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主板市场，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6963 VS。1999年，全球市场开始从亚洲金融风暴中恢复活力，之前在中国苦撑着的业务反而飞速增长，进而出现生产空间不足的困境。因此马金龙便在中国的珠海地区购置大约80英亩的土地，以建立一流的制造工厂来应对生产空间不足的问题。到了2002年，随着中国方面的业务开始进入轨道，马金龙将负责运营中国业务的 VS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上市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主板市场。马金龙也乘胜追击，趁着这个趋势进军印尼市场，并在1年后成功在当地设立一间制造工厂。从2006年开始，微城就一直被电子制造服务研究机构 Manufacturing Market Insider 列为世界50强 EMS 供应商之一。2016年，微城认购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澳洲公司 Seeing Machines Limited 的12%股权，开始涉足于汽车领域业务。另外，微城也在同年收购持有钻石净水系统品牌的 NEP Holdings Malaysia Berhad 的20%股权，借此进军滤水机生产业务。到了2018年，微城就仿佛进入了黑暗时期，负面消息接踵而来。先是在3月份的盈利警告、大客户延迟推介产品、令其走强等等，然后到4月份的中美贸易战，使到投资者的担忧剧增，进而抛售股票，微城的股价兵败如山倒。谁知道美运没有就此结束，微城因在2018年12月交出疲弱的业绩，以及其主要客户削减订单的消息，和美国科技股龙头股价大跌，又一次引发投资者的担忧，导致投资者再度抛售股票，微城的股价更遭到跌停板，短短1年不到就缩水了将近70%。好不容易度过了2018年，并且迎来2019年慢慢复苏的微城，结果在2020年又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股价再次暴跌至2018年12月的水平。只不过这次的恢复就强劲得多，甚至可以用爆发性来形容，不到1年时间就暴涨接近300%，也创下历史的新高点。目前微城的股价正徘徊在1令吉20线至1令吉40线的历史高点范围。微城的核心业务是为客户提供广泛的电子制造服务，从产品设计和开发到模具设计与制造、印刷电路板组装、电子与机械制造、塑料注射和精加工过程、最终装配、组装和测试，以及物流解决方案等等，是一项垂直整合的经营策略模式，也就是所谓的一条龙服务。其实不用想到那么的复杂，就是将一个产品从零开始设计到变成完成品罢了。微城所制造的产品主要是消费品市场的电子电器产品，所以大部分客户也跟家用电器与高端智能家电有关，例如来自欧美市场的 Dyson、Keurig 和 Zodiac 等等。Dyson 是一家在英国成立的科技公司，其主要产品是设计和制造家用电器，包括吸尘器、
空气净化器、干手器、吹风机、灯和其他等等。威城和戴森的合作在2007年就开始了，主要为戴森生产无线手持吸尘器，并为其代工机柜装配组装、印刷电路板组装和电池组件等业务。Keurig 是一家在美国成立的、拥有高知名度的饮料酿造系统公司，主要业务是制造适用于家庭和商业用途的饮料酿造系统产品，例如 K-Cup 饮料包、其他饮料包和饮料酿造的专用机器。威城和 Keurig 是在2011年开始在生意上接触，在2016年更接获一项为期3年的合约，为其开发一种低成本和高品质的单杯容量新型咖啡机，而且也被 Keurig 授予18个月的独家生产权，使威城在原创设计制造的道路上完成首个里程碑。至于 Zodiac 则是一家专门从事游泳池自动清洁器和泳池配件的领先制造商，自2013年开始就一直是威城的客户，而威城目前也是 Zodiac 唯一的原创设计制造商。除了之前提到的3大客户，威城也在2019年和 Bissell 签署了一项制造家用电器的新合约，即提供从生产到组装、测试、包装、贴标和物流安排的端到端流程，为期3年。Bissell 是一家成立于美国的家族式家庭护理解决方案公司，主要是向全球家庭和企业提供真空吸尘器、地毯清洁机、清洁配方和宠物美容产品等等。现在来为各位介绍威城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威城在2021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5亿0565万令吉增加了112%至10亿7478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负1953万令吉上涨了476%至7338万令吉。营业额和净盈利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客户的订单增加所致，以及去年因为马来西亚实施了 MCO 1.0， 导致销售额受到影响，所以在对比之下才显得今年的利润大涨了。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增加了24%至35亿2860万令吉。首先可以看到，公司的固定资产比起9个月前上涨了16%左右，这是因为位于柔佛州深奈 Airport City 的 iPark 工业园新厂房的建设即将完工了。此外，公司的库存量也有上涨的迹象，相信是因为客户的订单增加了，所以公司加大了购置原材料与制造充足的完成品。接下来看看公司的合同资产、贸易和其他应收款，跟去年相比增加了不少，代表着公司放出去的账款也越来越多了。根据2020年的年度报表，里面显示这公司被拖欠的账款有高达37%是有逾期的迹象，而且比起2019年也有明显的增幅，还有损失拨备也增加了2倍以上，情况令人担忧，所以这里需要多加留意日后的进展。至于公司手中握有的现金，比起9个月前是有上升的，至少在目前这种经济不稳定时期，可以起到安心的作用。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上涨了38%至13亿2340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公司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纷纷都比9个月前上涨了。虽然说公司手中握有的现金可以应付全部贷款绰绰有余，但是如果加上公司拖欠供应商的贸易和其他应付款，可能就不是这般说法了。毕竟高达7亿令吉以上的账款也不算是个小数目。不过投资者们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公司在股东权益中还有高达12亿令吉的储备金。根据2020年的年度报表，储备金当中有80%以上是留存收益，而这笔留存收益是可以用作公司的未来发展资金、增加产能、派发股息或者是偿还债务的。所以目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还是处于健康水平。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减少了52%至1亿3457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税前盈利比上一年增加了很多，只不过公司也用了一部分现金来购置原材料，增加库存量，而且公司被客户们拖欠的账款也增加了不少，导致现金流减少了许多。
只不过另一方面，公司也加大了拖欠供应商的款项，所以目前公司的 operating activity 现金流仍然处于流入状态。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反而增加了不少，比去年增加了134%，是1亿8342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在固定资产中有大量的现金流出了，相信应该就是使用在建设位于深奈 Airport City 的 iPark 工业园新厂房当中。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则从流出转为流入，也比去年增多了161%，是1亿0670万令吉的现金流入。从表中可以看到，相比起去年的偿还贷款，今年公司反而增加了一笔借贷，所以现金流才会处于流入状态。至于股息方面呢，今年所派发的股息是比去年来得高的。总结来说，威城的主要业务是电子制造服务业，以垂直整合与自动化生产系统这两方面来制造和生产家用电器相关产品。垂直整合的经营模式可以通过控制其上游或下游的供应商，以掌控整条产品的供应链，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以及获得更多利润等等。而自动化生产系统可提升生产效率，减少浪费和降减依赖人力，是电子制造服务业者的未来发展关键。除此以外，近年来的家用电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例如自动吸尘机器人、精明果汁机、智能冰箱、全自动洗衣机和其他等等，是每户家庭的必备电器之一。所以经营这类业务的威城，感觉上未来前景是不错的。这里顺带一提，威城是一间家族企业来的，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有着浓厚的家族色彩。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间被家族成员领导着的公司的业绩也在不断的成长着。好了，说了那么多，究竟何时才是进场的好时机呢？以目前公司的股价来说，是处于历史高点范围，贸然进场可能会有住套房的风险，而继续观望又可能会错失良机。至于要如何拿捏这种情况，就要看各位投资者的想法和投资策略了。毕竟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看法。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